震惊！于龙与杨咩咩的恋情大揭秘。曾几何时，于龙在观众眼中是标准的老干部形象，西装革履，言谈举止间尽显沉稳与理性。然而，如今的他却在直播间里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干饭王，狼吞虎咽地享受美食，甚至连形象管理都被他抛之脑后。这种天差地别的变化，让无数网友纷纷惊呼：这还是那个于龙吗？但细细深究，这种改变并非偶然，而是与他的恋人杨咩咩息息相关。爱情最美的地方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而是那些藏在日常点滴里的温柔。杨咩咩就是这样，她并没有刻意去改变于龙，但她的存在却让于龙的世界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在直播间里，她时而调皮，时而细腻，随手给于龙戴上一个粉色发卡，或者突然在他认真吃饭时拍他一下肩膀。于龙的反应既不是端着的礼貌微笑，也不是刻意的迎合，而是带着一点无奈，一点宠溺，甚至还会反击一句：你能不能消停点？但他的语气中没有真正的责怪，反倒透露出一种习惯了，甚至享受这种互动的情绪。这恰恰是爱情中最迷人的地方，星号两个人能够在彼此面前毫无保留，甚至展露出最真实、最自然的一面。星号。于龙曾经是一个谨言慎行、时刻注意形象的人，而如今，他在杨咩咩面前完全松弛下来，不再拘泥于老干部的形象，而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趣有味的普通人。杨咩咩就像是他生命中的调味剂，星号不去主导他的生活，而是让他活得更加丰富、更加自在。星号，这或许就是最理想的爱情，不需要改变对方，而是让对方愿意在你身边变得更轻松、更真实。对于一个明星来说，被喜欢是件微妙的事。有时候你足够优秀，观众会尊重你，但这不代表他们会喜欢你。过去的于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星号他稳重、专业、形象良好，可却始终带着距离感。星号，这种距离感来源于他长期以来的职业化形象。他是那种在红毯上一定会穿西装，在采访中永远保持得体，在综艺节目里不多说废话，不制造话题的演员。这样的他值得尊敬，但不容易被真正喜欢。但这一切随着他在直播间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反转。当他一口接一口的大快朵颐，当他被杨咩咩捉弄后只是轻轻叹气继续吃饭，甚至当他嘴里塞满食物还努力回答网友问题时，观众突然发现，星号原来这个男人也可以这么接地气，这么可爱。星号。于是弹幕里不再是冷漠的哇，老干部又营业了，而变成了哈哈哈哈，他真的太好笑了，于龙已经彻底放飞了。甚至有人开始调侃，以前觉得他太端着，现在只想问他怎么还没吃饱。这种变化正是因为他不再刻意维持偶像包袱，反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趣、有温度的他。而这正是现代娱乐圈中最宝贵的人设密码。星号不是完美无瑕，而是有点小缺点，但这些缺点恰恰让人喜欢。星号。娱乐圈里的恋情似乎总是离不开营销二字，尤其是像于龙和杨咩咩这样年龄相差近20岁的情侣，更是成为了众多吃瓜群众关注的焦点。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流量恋爱，是资本包装下的甜宠剧，也有人质疑，一个年近40的男人真的会和一个20出头的女孩有共同语言吗？这些质疑不无道理。毕竟在许多过往的案例中，不乏有明星借助恋情博取关注，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便以和平分手收场。但问题是，星号年龄的差距真的就意味着感情的失真吗？星号，其实年龄差本身并不是关键，真正决定一段感情是否真实、能否长久的是星号两个人的精神契合度。星号，如果他们仅仅是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配上一个年轻活泼的女孩，那或许会让人怀疑这段感情的深度。但如果他们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共鸣，拥有共同的兴趣、话题，
甚至能够在对方的影响下有所成长，那么年龄就变得不再重要。目前来看，于龙和杨咩咩的相处方式并不像是一场刻意为之的秀，相反，他们的互动自然，不做作，甚至带着一点生活中的随性和松弛感。这种状态是很难靠剧本演出来的。或许，这才是这段恋情最让人动容的地方。星浩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匹配，却展现了一种更自由、更现代化的情感模式，彼此独立，却又彼此吸引，身份不同，却能共同成长。星浩，在许多人眼里，明星情侣中，女方往往更容易被贴上依附的标签，尤其是当她的知名度不如男方时。这种刻板印象让很多女性在公众视角下失去了独立性，仿佛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男明星。然而，杨咩咩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固有认知。她并非只是于龙的女朋友，而是一个有自己独立个性与事业规划的女性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，既有轻松搞笑的日常，也有她对行业的深度思考。她不是单纯依靠于龙的流量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种让人认可的个人品牌。这种能力才是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在直播和短视频中，杨咩咩的活泼和幽默使她与于龙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她不拘小节，敢于开玩笑，甚至有时会故意整蛊于龙，而后者却总是宠溺的笑笑，随她胡闹。这种互动方式给人一种真实又轻松的感觉，也让更多人觉得他们的感情是真实而自然的。很多人羡慕这样的情侣关系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既能互相支持，又能保持独立的个体，不会因为恋爱而失去自我。这也许正是杨咩咩的魅力所在，她不仅仅是谁的女友，更是一个拥有完整人格、令人欣赏的女性。年龄差一直是娱乐圈乃至现实恋爱中的热门话题。年纪相差过大的恋人，往往会被外界投以审视的目光，甚至认为这样的感情难以长久。但事实上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能否持续的，并不是年龄，而是心灵的契合度。有人会说，20岁和40岁的世界观完全不同，生活重心也各有侧重，这样的两个人如何能在一起？但现实中，我们也能看到无数案例证明，年龄从来不是一段感情的终结者，真正让关系破裂的，往往是沟通不畅、三观不合、生活节奏不匹配。在于龙和杨咩咩的恋爱中，最让人欣慰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被年龄的框架所限制。相反，他们在相处中展现出了一种自然的平衡感。于龙的成熟稳重，让杨咩咩在追逐事业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有力的支持，而杨咩咩的青春活力，则让于龙从过去的端庄人设中走出来，变得更加真实和松弛。他们不是在填补彼此的空缺，而是在不断碰撞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。这样的恋爱观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每一对情侣的成长轨迹都是独特的，外界的评判或许有参考意义，但真正的幸福，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定义。如果两个人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快乐和成长的空间，那他们的关系就是值得珍惜的。过去，我们习惯于把爱情描述成一种牺牲，认为好的爱情需要一方成全另一方，甚至有人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为你放弃一切。但其实，最理想的感情状态，应该是星浩在爱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星浩。从于龙的变化，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力量。他曾是娱乐圈里最注重形象管理的演员之一，几乎不会让自己出现在太随意的场合。然而，恋爱后的他学会了在镜头前放松，甚至能够在大众面前展现自己的邋遢一面。这种改变并非堕落，而是一种成长。他不再执着于外界的眼光，而是开始享受真实的生活。杨咩咩同样如此。虽然她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恋爱后她的人气更高了，粉丝对她的喜爱也更加深入。因为她展现的不仅是美貌，而是一个能够影响他人、带来正能量的灵魂。她和于龙在彼此的影响下，都变得更有温度，更具吸引力。
这或许就是爱情最理想的模样，它不是一场拉扯，而是一种相互滋养的关系。好的爱情会让人更加自信，更加自在，而不是让人感到压抑和束缚。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能够变得更好，更快乐，那这份感情就已经值得珍惜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点赞、留言，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你对于龙的变化怎么看？你认为他们的恋爱是甜蜜真实，还是营销套路？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。